应该被他跑掉了。我去追。县主，有发现。原来如此，最简单也是最不会留下痕迹的方式，就是利用月光。 假象凌乱，唯独这面墙没有堆放东西。那人是利用铜镜的角度，将月光投射在北侧这面围墙之上。这就是枭雄想要验证之事。试试看。影子太模糊了，屋内光线太暗了，会不会是月亮移动，铜镜反射不到足够的光亮？距离刚才不过约1刻，空中无云，亮度不会有太大的变化。 这里少了一个东西。太日局常利用小孔观测日食，但若想日影清晰明亮，需有此物聚光。此人心思缜密。 方才事发突然，才让我们发现破绽。再试试。别人都在后台领赏，你要溜到哪儿去？娘子独身来到此处。 被旁人看去，恐怕不大合适。哪里不合适？在下身份卑贱，恐误了娘子清誉。果然和一般男子不同，难怪那唐琴娘子说找金二郎要凭运气。阿好，不值得娘子如此费心。告辞。急什么？陪我说说话。娘子请自重。哎呀，弄疼你了。 你受伤了，教坊越人有伤病，不足为奇。只是弹琴，怎么会有淤青？谁伤了你？我给你报仇。我素来与人无怨无仇，多谢娘子关心。放开我！17日那晚，我们分明在寒凉殿见过，你却如此身份，我好伤心啊。 那晚我在苏婕妤宫里奏乐，并未见过娘子。这里就是吴月坤安置那些女孩的地方。这屋子太整齐了，根本不像有人住。女子会使用同一款香膏吗？尤其是住在一起的女子。一般不会。 尤其是要以色示人的女孩，很需要一些让客人能一下记住的东西。三光同行，有似珠玉，神手精存，立其直而宣其明。星辰虽皆为球体，但大小、颜色、运行速度都各有不同，就像人一样，喜好、习惯各异，但这些习惯会在他们常用的东西、生活的地方留下痕迹。
但他们6个人摆放东西的方式，甚至连用的东西都一样。而且这里一点跟他们身份有关的东西都没有。在这屋子里，我看不到任何信息，任何喜好。女子起码会有一些贴身之物，帕子、香囊，或者带着自己小字的首饰。这里没有，他们的尸体上也没有。有2种可能：第一种，这里被人整理过了；第2种，他们知道自己会死。杨上郎的尸体在哪？在这儿。原来毒就是这么被带进去的。来，尝尝。多谢。怎么样？真是好酒。小兄弟，以后常来啊！你懂我的酒，就懂我的人。哎，那疯丫头今天怎么肯放你清闲了？县主说他要去大理寺，让我在这等他。啊？他还来啊？啊！老爷！啊！救我！怎么搞的？怎么样？和恒王中的是不是一种毒？一样。哎，你是不是故意中毒骗我尝啊？浅尝一下，你死不了。再说了，有你给我的救命神药，万事无忧。县主找到他们下毒的方法了。找到了，但还缺一个人，一个给他们提供毒药的人。有人进去过吗？没有，只有一个下人来送过药，还是我搬进去的。不可能啊！那下人明明当着我面尝了一口。蜂蜡、丁香、木樨草，那个人也没想活着。这个人恐怕只能县主自己去见了。规则化的香膏，姐姐好品味。哎，姐姐，你不签这借条了吗？签。姐姐，手怎么这么抖啊？手抖的厉害，写不了字儿。我帮姐姐。吴杰佐，结局我已经写好了，钱什么时候可以给我？涂间座，
好身份的叫法呀！我的钱只借给朋友，姐姐这般换我，令我好生伤心呐。你要怎么样？我要姐姐真心待。姐姐到底在怕什么？怕我还能把你怎么样不成？我有这个心，也没这个本事。姐姐若不信，来试试。哪个不长眼？福昌县主，胡坚做好雅兴，一场误会。好大的狗胆，对县主不敬，还敢光天化日欺辱宫人！娘子，你不要污蔑人啊！我是以为哪个不长眼的没规矩，这才开口骂了人。县主，那您大人有大量，就饶了小的吧。再说了，哪里有人欺辱宫人？这位姐姐来找我帮忙，不小心打落了书卷。一派胡言！你趴在她身上做什么？娘子，你不要毁人清誉啊！碧柔姐姐摔倒了，我将她扶起来，不信你问姐姐。别怕，你如实说。好了，胡坚做不是说了吗？一场误会。我有话要问他，你回避吧。奴婢告退。碧柔姐姐，你是不是忘记了什么事情啊？今儿个因为姐姐，我可被冤枉惨了。回禀县主，奴婢是来找胡坚做借钱的。方才奴婢不小心摔倒了，是胡坚做将奴婢扶起，还请县主也要错怪胡坚做。那误会解开了。县主既然有事儿要问小的，那我是不是可以先起来？哎，啊，你去外面等我们。是。这位是？不关你事。哎，认识韩笑吗？壁上花那事儿之后，谁人不认识他呀？除此之外呢？啊，他在出宫之前也是我曾帮扶过的人。钱是你借给他的？可不是嘛，出宫前还欠好大一笔呢。幸亏呀，这宫里给的安置费够丰厚，才将将的把本金给还上。那利息呢？那只能算了呗。哎呀，我这一天天干的，竟是件赔本的买卖。赔本的买卖为何要做？我心好啊，都是苦命的人，遇到难处了总得帮扶一把，不是？真是好心。那他出宫之后，你可又帮扶过？县主说笑了，掖庭局只负责将宫人送到寺观处安置，任他们各有去处。这去向为何，掖庭局从不过问，怎么会再见到呢？啊，硬要说起来的话，还真见过一次。切，你是想说那日的宫墙里？我开个玩笑。你也想被嵌进宫墙里养花？小的错了，县主饶命。我可以饶你，可是有人想要你的命啊！县主吓唬我。这条项链坠子，见过吗？哎呦喂，这可真是个好东西啊！虽然不曾见过，但想必是哪位妃嫔的宝贝吧？上寝局的红芍说，这东西是你送给他的。我呸！那个不知轻重的贱婢！此等物件岂是我们这种人可以有的？可是他说的清清楚楚，是掖庭局监座胡达托人送给他的定情之物。县主，我贪财也好色，可是贪财在好色的前边，惜命更在这贪财的前边。县主尽管带他来与我对峙，
也让他把叶铁军的内饰一个一个确认，找到他说的那个中间人。这时辰也不早了，近日因为韩少姑娘的案子，圣上广开天恩，准备再放一批工人出宫。奴婢还有许多差事要做，无法奉陪二位，见谅，见谅。那胡坚作若是有什么一时想不起来的，也别忘了来内业局找我。自然配合县主办案。你不喜欢读书，为何用这么多书做摆设？我自然是爱读书的，这些都是平日里我常看的。县主慢走。胡达这趟差事要出宫，太史丞也注意到胡达的马车套上辔头了。我刚查看过了，他这院子里没有艾草。他房间熏香淡雅，他可看不上艾草，是有人故意把韩笑的死引到胡达身上。活该，他那个样子，连我都想揍他，肯定得罪了不少人。什么借人钱财，不过就是私自放贷收高价的利息。我得查查他一个从九品监座哪来的这么多钱。他的书架第3层有一卷礼记，如果能拿到的话，里面应该会有东西。笔记？整个书架只有那一卷书被翻动过，我想应该不会是因为他喜欢看。太史丞先回吧，跟踪胡达就不劳烦太史丞。今日无需值夜，我同县主一起去。敌人无聊得很，太史丞随时可以回去。关心也是一样追踪星辰踪迹，有时候几个月才会移动毫厘。原来太史丞才是行家。不过这胡达既然着急出宫办差事，为何不慌不忙地吃起酒来了？不对，坐这儿的人呢？我没看见。酒楼有没有后门？没有。不对，那家。这边。太史丞知道往哪儿走。那架马车比寻常的宽出不少，能走的街巷有限。我们现在位于方中的东北隅，马车能去的方向只有一个。尽管马车速度再快，但我们走小路，即便以我们现在的步速，也一定能够在延乐巷口拦住他。既然如此，我便带太史丞走条更快的路。康州元年，圣上即位，深化士族意志之策，引发黎武之争。当时酷吏横行，右相遭酷吏揭发，因梦获罪。此事一出，朝野内外一片哗然，百姓自此谈梦色变，生怕祸及己身。为医女叶平安反其道而行之。是那个新衣，快别看他！什么新衣？就是个巫女。快走快走，远点！哎呀，巫女来了！领导，别看，这个领导会摄人心魄的。
怎么了？护城防部打人了！护城防部打人了！不好了！护城防部打人了！让开！不好了！不好了！不打人了！别过来！我杀了你们！说，你受何人指派，竟敢当街闹事？我是兵，老子是兵。兵，那就对了。誉王李科起兵犯上，刚被绞杀，此人定是李科的逃匿残兵，将叛贼拿下。是。为兵者，须听令。你是谁？胡生，我乃大将军，你不认得了吗？将军，我不认识什么将军，我一直跟着吕帅呢。你的吕帅正在跟这些人作战，这些人你总该认识吧？华成辉我都认得，这帮硕大的狗杂种，杀了我们这么多兄弟。他癔症发作，衍生幻想，但从他言语可以得知，他曾在武将军麾下抵御硕丹，绝非李克叛党。你又是谁？民女新医叶平安，专医心之隐疾。心仪。李科叛党已伏诛，回去给你们每人记过。是。胡生，战后神志受损，受惊后嚎叫、抽搐。一生幻想，将周围人视作敌军，有伤人倾向。今日大街上盲沟人突然发狂，肯定是被你下了咒。人有生老病死，天有不测风云。按你这么说，是不是走路摔个跟头都要赖我头上？你去！我就问你一句话，你到底搬不搬走？你要是不搬，我就烧了这医馆！烧了这医馆！你不妨试试。太吓人了！我倒数3声，你们所做过的噩梦，都会应验在自己的身上。3、2。巫女要下咒了，大家快跑！早就听说圣都有个巫女能窥梦医人，跟她闲聊几句，病就能治好。医者本就源于巫师，不过像他这种人，用巫术这种伎俩骗百姓的救命钱，哪天就是被烧死了，那也是活该。龙门赛，取鱼跃龙门之意。
参赛的盲沟贱民都是些天生贱种，比起武来不惜命，只管以武取悦诸位贵人，不论死生。比试者各代表红白双方，胜者及其子女可摆脱贱籍，分得田地，重获新生。下面有请2位盲沟双生兄弟一决高下。比试开始！正宫面色不佳，可是那夜不能寐的怪病还没医好。无妨，坊间都在议论，官拜右相的傅生君做了个梦就被赐死，实在亘古未有啊。只因做梦，他梦见的可是叛贼李克登上圣上上朝的战鹿殿。此时做这种梦，是狂中狂，忌中忌。哦，下官明白了，这圣上此举，意在杀鸡儆猴。多谢杜公体贴。圣上下令筹措的库储军饷，征收的如何了？此次军饷共征得85000两，还有不到4日，便可运到圣都。下官报上去8万两。你行事小心些，别留下什么把柄。下官明白。行了，左补阙郑远近来身体如何？听说他患了一种夜不能寐的怪病，看了好些医师也未见好转。哦，我压白的，我也压白的。眼下最紧要的还是军饷的事。户部已经将账目上报给朝廷了，度量差人唤我过去。是到了该摊牌的时候了。没有个盲狗贱民。哎，还是双生兄弟打得有看头。没打死啊，可惜了。恭喜红方获胜，就此脱离贱籍，分得田地。叶新一，我是郑补阙府上的侍女。叶新一，郑补阙邀你到府上做客。今日不问诊，改日再来吧。叶新一，郑补阙邀你到府上做客。叶新一，郑补阙邀你到他府上去。你怎么？哟，原来你这只鹦鹉除了说那几个字，还会说别的呀？都这个时辰了，还要去府上，这价钱嘛……进来。郎主，叶新一到了。你要的酒已经备好。正宫有几日未能入眠了？半月，一闭眼就醒来。为此，我寻遍圣都名医，却都无人能治。听闻你的医术非常特别，
如能将我治好，必有重赏。替我把脉吧。我医病，不观色，不问症，不切脉，只窥梦而已。你看着我手中的铃铛，每听到一声响，心中便默念一个空字。若没我带你进京，你个小小的试验，怎么能坐到左不缺的位置上？是不是手里有我什么把柄？督公饶命啊！啊！叶心怡，你的医术果然见效，只是你说你能窥梦，不知能否看到我的梦啊？是能看到一些，那梦中有可怖的人影，症结在于恐惧。你在怕什么？你可能看到人影的容貌。看不清楚，只知道是名女子。若是你能告诉我跟她相关的事情，或许对于你的病症，快说，你还能看到什么？还能看到一张信纸。信纸写了什么？梦境杂乱无序，画面一闪而过，什么都看不清楚。正宫的病还需久医，现在天色已晚，马上就要宵禁了。偏安改日再来给正宫诊治。罢了，今夜之事，不要让其他人知晓。你这万国香不愧是圣都第一酒坊，再满上。都郎中，可否借一步说话？我想跟都郎中做笔交易。交易？都郎中祖上是高官，恩印入仕，做了个县尉，后经提携入了圣都，一路高升至户部郎中。他齐君山有幸拜你做了他的义父，可他赌坊的收入，却只愿分你2成，这岂不可惜？对我了解不少啊。我要是能拿到一台赌坊，我愿意给你4成，并且将收入的账目一并奉上。真是听君一席话，如听屁话。前户部郎中梁俊之出身寒门，妄想与琅琊王氏相争，现在骨灰埋在哪儿无人知道。他出身寒门，你连寒门都不是。芒沟的臭水熏昏了你的头，以为在战场上拿了几个人头就能在这不见刀光的征场上谈生意？
你喝完这杯酒，马上从我的眼前消失。郑公为何派人追杀我？这名字有些耳熟，就是那个巫女。你对此案有何看法？但说无妨。昨夜郑补缺秘密请叶平安去府上看病，害郑时，管家听见报更后，去看郑公是否歇下，正撞见叶平安持刀行凶。案情简单，但我觉得有疑点。哦，什么疑点？一是匿名报案未免太及时，捉拿太过顺利了；二是叶平安手中短刀并无血迹，且与郑补缺的伤口并不吻合；三是叶平安无论出于什么样的动机行凶，为何要选择有人知道他去看病的日子？这不是增加自己的嫌疑吗？醒醒！哎，醒醒！谁？你们是来审问我的官？犯了死罪还能睡得着？不愧是江湖行骗的庸医。不是，啊，这是混账！我没有骗人，我是被人追杀才跑到郑补缺府上。我见到他时，他已经死了。这肯定是一个圈套，有人故意嫁祸给我，让我做替罪羊。有理有据。这么说，你是被人陷害？这里面定有阴谋。好，那你不如将昨夜经历的一字不差的全部写下来，如何？好。这是认罪书？你刚刚明明说……我说什么了？我不过是顺着你的狡辩，继续往下编了编，别耽误时间了。签了，快签了，别耽误我们办其他案子。等了半天，等来了一个狗官，倒是劳烦你这位大理寺丞兴师动众来这豫州，假惺惺的审问一番啊。你知道我是谁？有人说你袁嗣成独善其身，从不拉帮结派；又有人说你为人残忍，手段狠辣。
你出身芒沟，本无机会出人头地，可后来却凭借着战功当了个小官，后又拼命争功得到提拔，这才有了现在这副狗官模样。你文宇，好啊，生的一副伶牙俐齿，不过也是鱼肉一条。这认罪书你签与不签没有区别，有人会替你完成的。是吗？行，人是我杀的，知道我怎么杀他的吗？我盯着他的眼睛，施展我的巫术，让他自己摸了自己的脖子，就像现在我盯着你这样。巫术也好，骗术也罢，你觉得我会在乎吗？你在我眼里已经是个死人了。我听说那个杀了朝廷命官的人，就是这个巫女叶平安呐。有说怎么杀的吗？说是他给人下了咒。哎，快来，打听到了吗？可不是下咒这么简单，是梦。那个巫女啊，会引人入眠，窥人梦境。是。听说那个巫女可以钻进你的脑袋，一旦你做梦，她就会在你的梦里变成鬼。那郑宝缺就是这么活生生被吓死的。端近些。负贼之梦方毕，朕又听闻一梦。臣亦有耳闻，不知与陛下所说是否是同一件？你且说来听听。坊间传有一医女，能窥人梦境，替人医病。这窥梦究竟是怎么窥的？臣如何也想不明白。说下去。这医女胆大包天，竟敢谋害忠君为国的郑补缺，定有人恨不得将她速速定罪。忠君，梁平王李琦生辰时，这个郑源也在宾客之列。他忠的是哪位君呢？你去打声招呼，让大理寺携那女犯到占路殿，朕要亲自审问。是。没想到袁思成和我这个死人又见面了。思成小时候有没有被烫出过水泡？疼的时候像火烧一样。参见陛下。听闻他能入梦杀人，可有此事？此女靠骗术行医，所谓入梦一说，不过是百姓受到了蒙骗，以讹传讹罢了。正宫一案，此女是用短刀行刺，现如今人证物证俱全，她抵赖不得。陛下，袁思成所言绝非事实。民女虽不能入梦，却能窥梦。民女看到梦中令郑补缺恐惧之人，此人才是凶手。若陛下给民女一个机会，民女可找到此凶手，并查出他杀害郑补缺的证据，以还民女一个清白。陛下，此女一派胡言，她口中的窥梦，无非是信口雌黄。请陛下准许，借民女最不相信窥梦之术的袁思成一用。元清，你就配合一下。
是。陛下，民女每次窥梦时都得来口酒。听闻陛下喜爱美酒，可否斗胆向陛下讨要一杯？赐酒。袁嗣成心智坚韧，但当我提到不要想到火，你脑海中是不是依然会有火焰浮现？袁嗣成何时最惬意？让我猜猜。回到自己最熟悉的环境，四周寂静，你会独自躺在河道上的一条小船上，头枕双臂，此时你便拥有了片刻的安宁。小心烫！阿娘，阿姨，少晨，阿爷。小心！说说吧，刚才元清为何有那种举动？你看到了他什么心思？回陛下，是恨。民女看到了浓烈的恨意。对谁的恨？袁嗣成的恨来自袁嗣成刚刚伸出手，是看到了记忆中自己心仪的女子。他张开双臂欲抱时，突然冲出2个孩童，口喊阿耶。袁嗣成方知此女已嫁作他人妇，难怪袁嗣成如今如此冷酷无情。这么大岁数了，也还未娶妻，倒也在情理之中了。元清啊，他说的可是实情？回陛下，叶平安所言，确实是臣的难言之隐。看来，你确实有辨识人心的本事。若留你性命，让你替他人猜了朕的心思，朕岂不是养庸遗患？然上苍有好生之德，朕倒要看看你能不能先救得下你自己。朕给你1日，明日宵禁前找出真相可活，找不出依旧是死。1日？是，民女一定不负圣恩。退下。是。陛下，此女窥梦之术
虽不似传闻中那般神乎其神，但也确实令人惊叹。哈，哪有什么窥梦之术呀？此女机敏且胆识过人，也许是可用之才，能不能活，就看她自己了。腿软，扶一下。你刚在店里编故事的时候，不还挺巧舌如簧的吗？什么冷酷无情，什么至今未婚。我不过是贪生怕死，想活命而已。袁思成心胸宽广，不会跟我计较这个吧？你如何得知我曾经被火灼伤过？你让我签认罪书时，我看到你手上的疤痕。你方才入店之前就跟我提及手上水泡的事情，你就是那个时候开始用巫术蛊惑我的。我说了，你心智坚韧，寻常的法子没有办法引你入眠。你这巫术哪儿学的？若这也算巫术，那巫术便无处不在。你衣领上的绣纹穿着并不舒服，可你为何还要穿它？因为你认为它更能彰显身份。毕竟达官显贵们的衣服上都有绣纹，你要融入他们，自然要这样。这也是种巫术，不是吗？大理寺虽然已经勘察过案发之地，但我还是想亲自去一趟。一日很紧，不如我们马上。明日要死的是你，又不是我，我为什么要费心思？正元府外可都是你大理寺的人，没你我压根进不去啊！若你不跟我一起，那我只好时刻跟着你，看看你去哪儿都见了哪些人。毕竟若我明日注定一死，我可是什么话都敢跟圣上说的。袁思成也不想被我拉下手吧？行了，再啰嗦我就扔下你一个人去。既然仵作已经验过尸体，必然能推算出郑补缺遇害的时辰，而那时我根本不在他府上。巧辩。尸体没有挪动的痕迹，凶手很有可能是突然出现在他身后，趁其不备，一刀割喉。你的话佐证了你行凶之时。敢问袁思成，大理寺都提审过哪些人？车夫、管家，这些人皆可证明当夜你从未离府。那他们的证词是什么？你在害出宵禁入府，府中之人都听到更夫是在害朕报时，你恰巧用这半个时辰，在府中行凶作案。不对，正因为马上要宵禁了，我才匆忙离府归家。回到家后又看了会儿医册，然后被人追杀，又回到了郑补缺府上。怎么算都过了1个时辰，应该是子初才对。说的有模有样啊，因为你根本没走，否则这半个时辰怎么会凭空消失？少了半个时辰，怎么做到的？袁思成可提审过昨夜的更夫？什么审问又何妨？这已改变不了你行凶之时。尊贵的袁思成，你就不能从凶手不是我推一次案吗？文宇，去查一下昨夜案发后的离府之人。是。司城，撤！经查，昨夜离开正元府的有2人，家仆萧全已死在郊外，侍女心儿不知所踪，只知她颈上有块梅花状胎记。这就是案发后逃离正元府的家仆萧全。是，上官。这些线索断了。那个侍女心儿，能找到她吗？若是他真的参与了刺杀郑元，估计下场跟这萧全差不多。若是他侥幸活了下来，此刻估计已经逃出了城。现在已是有证，离宵禁只剩1个时辰了。文宇，你带着管家去核实一下这萧全还有心儿入府前后的情况。是。你跟我来。
我们趁最后一个时辰去盘问一下打更人？我看不必了，你就好好想想，你那墓碑上该刻什么字吧。司城，曾轩求见。曾公，这么晚前来，所为何事啊？司城，且看。怎么样，丹心？有趣吗？很尽兴。我按你的安排，混进郑元府1年多，总算取得他的信任。3年前，我看到郑元收到度量贪墨的密信，便连夜给度量传信，让度量知道郑元拿到了他贪污的罪证，成功离间了他，并且特意加重了让郑元失眠的药粉。等你去他的必经之路上引起他的注意后，民女心一夜平安，专医心之隐疾，顺势引导他来找你看病，同时让度量的暗桩发现。郑元被灭口后，如你所料，你成了度量眼中最合适的替罪羊。你可以赎罪了。我按计划变换身份四处散播关于你的谣言，终于引来圣上的召见。圣上宣召！我这替罪羊办得还不错吧？我这假侍女演的也不赖啊。这第1步棋算是下成了，该准备下一步棋了。度量怎么也想不到，郑元还留了个后手，居然写了封举告贪污军饷的告密信，给了他的好友曾轩。由郑元的好友举告度量杀人灭口，才更具说服力。糟了，曾轩不见了！什么？无左不缺郑元举告户部郎中度量贪墨军饷5000两，吾若身死，必视为度量所灭口。这是哪儿来的？郑公乃左不缺，有执剑之权。得知度量贪墨后，本想上告圣上，谁知道度量先一步找到了郑公试探。郑公察觉度量可能知晓了此事。曾轩，收好这封举告信。你怕度量会杀你？可你毕竟是朝廷命官，他胆子再大，你不了解他的狠辣。多年以前，我做过他的师爷。若我有事，你便将他交给你信任的人。为何现在才拿出来？我一个无权闲官，无法直接见到圣上，又听说抓了个女凶手，更不敢轻易拿出来。我知道你与度量并无利益牵扯，现在此案重新调查，我才敢露面。有人看见你来我这里吗？没有。方才我一出府，便察觉有人跟踪，急忙想法子甩掉了，才敢过来。曾公，跟您说句实话，我不仅与度量没有利益上的牵扯，且私怨颇深。此事，你是找对人了。今夜，你先行在我府上休息，明日一早，我便带你入宫面圣。好，好。
郎主，确认过了，海夷平内处别院地窖中的确有印有军印的军饷。好了，你下去吧。是。我跟海夷平同朝多年，终究还是走到了这一步。军饷一事，我暗报洛州长史，明日便可协同司法参军一起去收缴军饷。义父，我找人算过了，明天一杀戮。这圣都地价虽贵，可此处已是最便宜的了。看看你租的这个宅子，没想到竟然如此寒酸。地价再便宜，袁四成不也只租得起一间宅院吗？就别50步笑百步了。这是什么？姑母给我调的凝神香，能助我入眠。别太担心你姑母了。 我的人明日会将他救出。你的人负责好他们该负责的事就行，姑母的事，我让丹心来办。等事情都了了，你不想回吴乡吗？等事情了了，我就跟你分道扬镳了。问我在哪儿？怎么，舍不得我啊？ 少了一个像你这样亦敌亦友的人，难免有点不习惯。你心里藏着事儿，想告诉我什么？你不是能参透人心吗？那我不说，你应该也看得透。我又不是神仙，而且你比别人更难看透。 我就当是你对我的褒赞了。夜路行，多冤魂。东家女头颈，西家火隐身。御史遇百鬼，迷雾葬此生。便问此中客，无人愿点灯。你说过。 御史案背后还有其他人，那我想度量之后，你还会继续追查。怎么样，查到了什么人？我们此前只看到度量、郑源、齐君山，其他人都戴着面具，所以明日我要你先别动度量，留他与我独处。我要从他身上套出更多的消息。那万一套出来的人官位比度量还高？ 你可有想过会付出什么代价吗？在你决定争夺权力的时候，难道没想过要付出什么代价吗？和海公一起扳倒了度量，你便上了美党的船，站在了李氏的对立面。之后，你又要对付谁呢？不管对付谁，我都不太想再对付你了。 毕竟少了像你这样的疯子，生活会变得很无趣的。我劝你还是少盯着我。一个人盯着黑暗久了，自己也会陷入黑暗。我早已身在黑暗之中了。把这个放在枕头旁边，会睡得安稳些。这是什么？ 这是睡铃，它的铃声入耳后，能让人产生困意。试试就知道了。谢了。
别跟别人走得太近。包括你吗？包括我。平安，按你说的，我让靳夫子从齐君山赌坊里偷来了账本，上面记录了不少人通过输钱给赌坊的形式，向度量行贿。靳夫子有从齐君山手下那儿套出什么吗？他提到通泉县曾经跟随度量的亲信，入京后都相继得急症去世了，多半是知道的太多，被人灭了口。走了，平安，你们俩。 你们都小心点。督国，有劳参军了，职责所在而已。军饷也是户部之责。有人做着为民办事的表面功夫，其实却是贪得无厌的蛀虫。 连军饷都敢私吞，这样的官，我度量第一个不饶的。今夜请诸位一同出剑。听凭差使。太公，出事了！哎呀，你怎么还在这喝茶呢？我收到消息，那度量不知为何跟司法参军一起带人，正往你那别院去呢。今夜恐怕要出大事啊！需不需要我带人？着什么急呀？快坐。 尝尝我新煮的茶。哎呀，你坐嘛。今夜啊，不管是流血还是死人，都与你我无关。你我只需好好品茶即可，懂吗？别院那边，当真不管了？当真。不过。 我需要你替我给厉俊递个消息。我们芒沟人生来就被打上贱民的烙印，吃着残羹剩饭，做着最低贱的活计。 我曾试过，忍辱求全，一再忍让。每当我退一步，总有人步步紧逼，得寸进尺，所以后退无路可走。而且在度量那种人眼里，我们就是阴沟里的臭老鼠，任何人都可以辱骂、践踏。今夜。 我便让他们睁大眼睛瞧着，老鼠是如何吞掉老虎的。出发！是。给我搜！是。和珅哥，后院现在没人。辛苦。快走。走。
救火！来人呐！走水了！走水了！库房走水了！快去救火！快呀！救火！轻点。打开。